家好，我是自西易。今天想来聊一聊我的一些关于世界政治走向和女权下一步议题的思考和随想。我一直有关注一个推主，这个推主他会去收集全国甚至是全球不同的人做的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梦，他把这些人叫做梦主，把这些关于3战的梦叫做梦例。他试图会从这些成千上万的梦例里面去寻找一些规律，推算走向，甚至会去预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听起来是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了，但是我确实是会相信一些高于人类能量的存在吧。所以说像梦这种东西它就是很玄妙，在现在的科技它没有办法完全去解释你头脑中在睡觉的时候做的这些梦。所以我也觉得，如果大量的人在类似的时间段做了类似的梦，也许它确实有一些规律，或者说能够去说明一些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前段时间在看他的这些推文的时候，再结合当下的新闻，我就在想，这个世界的这些历史真的就是惊人的相似。所谓已有的事情后必再有，已行的事情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2战的几十年后吧，现在又是3战的前夕，我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反犹的思潮甚至行动，我就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那事实上我对以色列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那同样我肯定也不可能去支持巴勒斯坦，还有现在正在打的俄乌战争和未来要打的朝韩台海战争，我都根本不可能去站队，因为两边都一样蠢一样烦。男权世界、男权国家、男权战争，作为女人，你站任何一方都是吃饱了撑的，被人当了枪使。我只关心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对女人这个集体、这个性别阶级有什么影响。而现在的世界就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分裂。分裂这个词在简中的语境中并不是什么好词儿，因为老中最爱的就是大一统，老中人最爱的就是团结，老中家庭最爱的就是一家人要整整齐齐在一起。但是我这里说的分裂，它并没有褒义或者贬义，它就是一个表达我所看到的事实。现在中国在分裂，一边是战狼小粉红虽远必诛，另一边是每天唱衰中国恨不得明天就要打起来的反贼。那中间又是一堆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生活水平正在急剧下降的所谓的普通老百姓吧。那美国也在分裂，一头是支持 LGBTQ+， 然后支持性解放、堕胎，反对持枪、废除死刑的这种所谓的左派，那另一边是维护教会利益、大搞种族主义、反对女权、要守护所谓的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右派。那整一个世界也是在分裂，黑的、绿的、黄的、白的，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逻辑。你猛一听，你觉得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仔细一想，不过还是老生常谈嘛。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话。但是这些东西他说来说去，没有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在哪里？不是七本位的真正自然女本位的观点和行动在哪里？搞来搞去，打来打去，争来争去，都是男宝在唱独角戏，从头到尾都跟女人无关，谁赢了对女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还是那句话，男权世界、男权社会、男权战争，作为女人站任何一方都是吃饱了撑着，被别人当枪使。谁称王称霸又怎么样？反正都是一堆男的，不同颜色、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而已，但他们都是男的。所谓的分裂其实是一种男的性别集团内部的血腥利益争夺，看似分裂其实就是一种阶级重组，最终的结果和战果只是不同的男的上位。刚刚聊的是分裂，现在再聊聊抱团。在和平时期，在发达城市，我们当然是可以独善其身，做一匹独狼嘛，去追求理想，追求生活，享受过去的女权前辈创造的结果，比如说受教育、做工作，可以不用嫁人、不生小孩，独立出行，去争取你的财富和地位等等。但如果世界已经不再和平，而是发生纷乱和战争呢？如果做一匹独狼已经不足以去面对当前的各种风险呢？我们就必须重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生存而抱团。那么如何抱团？目前这个世界的抱团形式最常见的就是宗教抱、种族抱、宗族抱和家庭抱。
以教会为利益共同体，以肤色或者种族文化作为利益共同体，或者以姓氏、血缘、性缘作为利益共同体。当然啦，也有性别暴，但主体也是男的和男的结成利益共同体，所谓的男男互助嘛。而女人呢？女人她总是作为男人的妈妈或者男人的妻子，归到了以上的这些利益共同体里面，所谓的家庭暴。男的吃肉，女人喝汤，不求大权在握，只求苟且偷生。所谓找更体贴的老公，生更孝顺的男宝。你可以说古代的女人是有历史局限性，近代的女权已经是有很多进步，当然这个我也承认。可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这些女人，这些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教育，以及有机会去获得财富和权利的女人，这些仍然没有觉醒真正的女本位，还在做男的附庸，以为少穿几件衣服，多买几个口红就等于自由的女人。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即使在这扭曲了几千年的男权历史中，仍然有妓女存在的痕迹。只是那个时候她们不叫妓女，她们可能叫自梳女或者老姑婆，甚至是女巫。她们里有女童，也有纯粹不想沾男的女人。她们也许在活着的时候非常潇洒，因为她们几乎不会被男人所拖累，也许还能拥有那个时代里非常非常珍贵的自由和财富。但是他们是不会被男权历史所记录的，即使记录也是被污名化和妖魔化的。他们就不属于刚刚我说的任何一种利益共同体里，他们其实就可以被称之为单女。这样的单，它从不沾男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巨大的优势，可以让他们的现实生活过得相对更好。但是从利益共同体抱团的角度来说，战争或者荒芜的年代，他们是有劣势的。现在我们可以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办法互相认识或者彼此连结的，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记录下来或者传播出去，这样代代的传承。但那已经是曾经，而现在就是机遇。现在的这种网络、交通和语言，让沟通和交流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思想可以传播和扩散，生活方式也可以推广。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女巫可以联合，不仅仅是出于女性的性别，更是对自然女力量和能量的一种信仰。同样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有机会成为独立的社群、独立的氏族，甚至获得独立的领土，建立独立的国家。而现在唯一的难点就是，我们还需要更强的力量和能量，和更积极的意愿。觉醒只是发展的第一步，觉醒后应该如何往下走，是我们每一个自然女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确实是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大，都要有机会，但是我们离未来理想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自然女天生强大，这个是我坚信的。但是在男权社会中成长的我们，接受了长达20-30年的弱化教育，这样的经历和所受到的影响肯定是不能忽视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因为觉醒去突然获得一个超级完美的人生，我们也不需要因为自己已经觉醒去掩盖一些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没有觉醒的女人，她会在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中360度沉浸式体验，还 PUA 和洗脑自己，这就是爱。而觉醒的自然女，她会离开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去砸碎旧的，创造新的。而这一定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为我们开始在成长，在恢复，在强化。而这样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为4个方面，也就是体能、精神、经济和政治素养。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还是别人做的还不够，其实这都非常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间，而且没有所谓的够不够，女人是永远可以成长的，没有所谓的天花板。而且只要你比过去的自己有进步，就已经非常棒了，你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好。我觉得每一个做到了6臂4蹄、身心排男，以及努力在做到3正3反的自然女，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战力和火种。我们根本不需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自欺欺人。当然，我们对外是不能够暴露自己的缺点的。我的意思是说，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去正视这样的事实，更好的去成长。未来一定会有我们异军突起的时间，而此刻我们要做的就是直视现实，强化自己，筛选连结。这样的连结，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抱团。
并不是说要等我成长好了，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大女人了，我才去连接我的战友，而是说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要开始去筛选和连接，不管是出于感情或者出于利益都好，因为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批这么做的女人，我们可以去试错，我们本身就是经验。那再说一次，觉醒只是发展的第一步，觉醒之后如何往下走，是每一个自然女都要面对的课题。那我们需要思考和实践，来不断的去调整方向，即使过程有弯路，但目标始终要清晰。也就是从个人来说，未来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从集体来说，未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群和社会，你制定的目标就会指导你现在的行为。那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关于分裂，关于抱团，进一步说，当今的男权社会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在分裂，或者说利益阶级正在重组，未来是充满风险，但同时也是充满机遇。而我们已经觉醒，正在强化的自然女，如何以女本位出发去连结，去抱团，在这样的风险里存活，同时还能抓住机遇呢？和平时期我们当然有千万种选择，但是未来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你知道它会发生，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发生，未来会发生成什么样，最终会走向什么结果。而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机遇，个人和集体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呢？是到时候再说，还是现在就开始思考和布局？历史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我是思希艺，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记得给我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见解。我们下期再见。